你能想象吗？你们悉尼老妹儿又来辣眼睛了。这就好比让奥巴马来演特朗普，这咖啡公主一张嘴就是 Darling， 跟我去炸皇宫吧。而人乔纳森回首一句 Baby， 你夺权的样子啊，真是 beautiful。12刀巨款去看了迪士尼最新大作《白雪公主之社会主义姐妹情》，好家伙，看完直接给我整出了工伤嘛！这哪是童话改编，这分明是迪士尼给全球观众喂的欢喜套餐呀！迪士尼的这部2025版黑雪公主，白雪公主，咖啡公主，这可不简单，这简直就是烂番茄的重灾区呀！拿下了1.7的全球第一，你没听错，是全球第一，但它不是哪吒2的各种第一啊，而是属于自己的那个倒数第一。今天啊，咱们再来一探白雪公主的深水区。你没听错，首周末票房登顶，表现似乎还不错，但口碑啊却像飞蛾扑火，快速坠落。恐怕这次啊，真要让迪士尼捏把冷汗。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从头来捋一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先来看看咖啡公主开化后的口碑啊，就像《论语》里欲速则不达，过于急功近利啊，结果反倒事与愿违。IMDB 的评分数跌破了1.7分，真是画龙点睛，点成了个鬼呀！这在商业大片中可是极为罕见，甚至打破了全球不朽的最新纪录。而烂番茄的新鲜度啊，仅为44%。很多影评人都表示啊，尽管瑞秋·迪格勒的表演值得肯定，但电影对于经典的羞涩处理以及某些愚蠢的风格选择，实在让人难以啧舌呀。最终呀，观众对电影的热情也迅速冷却，这一下子可真是翻车了呀！要知道啊，白雪公主在北美开画的时候，全球票房预期超过8000万刀，但现如今啊，这个数字看起来有点水土不服呀。咱们就说新版白雪人设吧。白天还跟小鹿斑比演迪士尼在逃公主，晚上秒变饥饿游戏女战神，上一秒天哪，百姓居然吃不起饭哎，下一秒直接抄起板凳跟土匪掰把子，这精分程度堪比川剧变脸。看到我直呼啊，瑞秋·迪格勒，你要是被绑架了就眨眨眼嘛，别演了。而瑞秋·迪格勒的女权主义宣言，电影的争议啊，可不止票房与口碑这么简单。首先得说的是啊，主演瑞秋·迪格勒的选角。作为一位哥伦比亚裔的美国演员，她跟经典动画中皮肤白如雪的白雪公主形象确实不搭呀。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引发了不少影迷的热议。你连白跟咖啡色都分不清楚吗？很多人都认为啊，这根本就破坏了经典的意义嘛，完全没有尊重原著啊。这就好比让奥巴马来演特朗普。再看看瑞秋·迪格勒在电影中的表现，可真谓是剑走偏锋。他自己在采访中就表示，敢于比肩1937年的白雪公主，坦言原版的白雪公主啊极其过时，自己饰演的白雪公主啊不再是那个需要王子拯救的弱女子，而是一个立志成为领导者的现代女性。他提到他的白雪公主不再傻乎乎的等着王子来救她，她不再是被拯救的角色，而是一个自己梦想掌控命运的女人。这番话一出啊，网友炸锅了。大家纷纷质疑啊，这位白雪公主到底该不该贴上现代女权主义的标签？恐怕我们就像《论语》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一次啊，观众看到是更现代、更独立的白雪，咖啡雪，而不是那个只会等着美丽的王子来救她的经典形象。OK 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这部电影设定的将 DEI 风味拉满的社会。其实啊，电影不仅仅在讲白雪公主成长跟拯救，它还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社会。在白雪公主父母的王国中啊，大家共享财富，人人平等，资源均分，就像大元大一统治里提到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白雪公主的父母啊，恰似那个理想中的天子，他们希望创造一个共享资源、人人有份的世界。哎呀，这理想听起来是很美感，仿佛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呀。但你真的以为乌托邦这种东西能在现实中成功吗？孟子曾经曰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理想化的社会结构虽好，却也显得有些过时了呀。
毕竟乌托邦的理论可从没成功过，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呢。再来聊聊新版中的邪恶女王，不同于往常只追求美貌与权力的邪恶角色，这一次的女王更多是一个资源控制者，她囤积土地与财富，压迫人民，强行让大家生活在贫困中。这就像是《周易》中的水火既济，当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不公平的局面。女王的形象更像是当今社会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隐喻。大家是不是都能联想到什么吃土阶层的悲凉故事？这白雪公主的非传统爱情当然不能不提含有白雪公主与爱情的关系。说到爱情咱记忆里的那1937年版的白雪公主那可是纯爱战神被王子一吻惊醒的瞬间，睫毛颤得我心都化。结果呢，新版直接给我整不会了。王子下岗，换上个偷土的乔纳森，这新 CP 的约会项目过于硬核。别人家谈恋爱搞对象都是逛花园看个电影结果这俩货半夜翻墙偷军火。这咖啡公主一张嘴就是亲爱的 darling， 跟我去炸皇宫吧。乔纳森回首一句 baby， 你夺权的样子真 beautiful。这一转变不禁让人想起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言：“梦中得意，醒时落寞。”白雪公主的爱情不再是单纯的浪漫爱情，而是建立在革命友谊上的一种全新模式。显然这比起过去的被拯救故事更猛。再说视觉效果与多样性满足现代标准。说到这部电影的视觉效果，新版白雪公主选角，导演怕不是得了政治正确 PTSD 吧？这电影简直就是把联合国开进了童话镇嘛！每个角色都像从世界地图上随机抠出来的贴纸，7个小矮人直接给我整出恐怖谷效应。迪士尼这是找 AI 实习生做的建模吧？看他皮肤油得能炒菜，眼珠子瞪得像午夜凶铃。要知道这是童话故事改编，不知道的还以为误入了招魂寺的片场呢。白雪公主的闺蜜团更是绝子，拉美裔的知更鸟，非洲裔的松鼠，亚裔的兔子，好家伙，搁动物城都不敢这么拍吧。皇后每次照镜子镜子里都能蹦出一个新肤色的自个儿，这哪是魔法世界整个一全球美妆博主团建嘛。最离谱的小矮人全员 CG 特效，宁愿烧2亿美金做电子侏儒都不愿雇真人演员。这塑料质感的脸，连隔壁熊出没的熊大熊二都能吊打。人迪士尼现在选角标准就2条，一条是皮肤够黑，一条就是长得够假。至于电影的音乐吧 ，Rachel Zegler 的歌声自然也不必多说了。但与1937年的版本中的柔美旋律相比这部电影音乐似乎又过于充满力量与自信，缺少了那份经典的温柔与端庄。就像《诗经》中所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旧版的白雪公主那份温婉柔软的歌声是她最大的魅力之一。而现代感十足的 Rachel 演绎的歌曲却让人不免怀念那个曾经的婉约时代。总结下来就是导演把小红帽的斗篷改成了政治宣言，把灰姑娘的水晶鞋换成了革命的火把。你猜怎么着？居然用童话壳子讨论共产主义乌托邦、女性觉醒这些硬核话题，看的人直拍大腿这里的公主已经不再是等王子拯救的弱女子，而是直接带队搞农民起义的花木兰。爱情线也不是玛丽苏套路，而是革命路上遇见你的设定。讲真这片子可真不适合只想吃爆米花的观众。它就像个文化火锅，把老子的哲学、女权宣言、左派思想一锅乱炖。有人骂它毁经典，也有人夸它是文艺复兴。但不可否认每个镜头都在逼你思考。当白雪公主开始读《资本论》，当童话逻辑撞上了现实规则，我们到底该怎么守住传统的魂？铜镜本应照预言，京城政审委员会，朱唇未起先称美，政治正确压红颜。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你就是全网最亮的反烂片战士。下期再见。